当地时间周三，俄罗斯战机在黑海克里米亚水域以入侵领海为由，出动军机对英国海军驱逐舰投弹警告。这被认为是俄英两国近年来最接近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一幕，也是冷战后俄罗斯首次承认对北约军舰发实弹。但英国国防部坚称，该船正根据国际法无害通过乌克兰领海，并完全否认遭俄军开火警告，还说俄方只是在搞演习。这一动刀动枪的重大国际事件，竟然成了俄英各说各话的罗生门，事情真相究竟如何？来看看报道。根据俄国防部发布的消息，周三11时52分，在黑海水域发现了侵犯俄边境的英国海军驱逐舰。口头警告无效后，在12时06分向其发出警告射击。随后在12时19分，俄军一架苏24M 歼击轰炸机沿该英驱逐舰的航线前方进行了警告轰炸，发射了4枚航弹。4分钟后，英驱逐舰驶离黑海水域的俄边境。按照美联社的说法，这是冷战后第一次俄罗斯承认向北约军舰发射实弹，强硬驱逐英国军舰。俄国防部称，这艘英国驱逐舰为卫士号，事发时正在黑海西北部水域航行，期间越过了克里米亚非奥伦特角附近的边境线，并在内行驶了3公里。俄国防部称，俄黑海舰队与俄联邦边境安全局联合行动，阻止了英国驱逐舰对俄罗斯国家边境的侵犯。事后，英国大使馆5官被传召到俄国防部，被要求立刻对舰艇人员的行为进行彻底调查。这是不到1年时间内，英国驱逐舰再次在克里米亚附近被俄驱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月曾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第一副局长兼俄罗斯边防局局长弗拉基米尔·库利绍夫透露，去年10月13号，俄边防局、俄海军与俄空天军采取联合行动，将英国皇家海军的龙号驱逐舰逐离克里米亚地区，将其驱赶到中立水域。俄罗斯是想送出一个信号，就是说这个北约啊、西方啊、美国啊这些盟国对它的紧逼，俄罗斯呢不会吞下这个苦果，它在必要的时候会反击，做一些比较强烈的反应，更是给这些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盟友送出一个比较强烈的信号，就是说你们这个虽然可以依靠美国，但是呢俄罗斯就是说不会对这种行为放任不管。对于俄罗斯方面的说法，英国方面一一否认。英国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周三连发2推回应此事，表示卫士号没有遭到鸣枪示警。我们认为俄罗斯当时在黑海进行射击演习，该射击并非指向卫士号驱逐舰。我们也不承认有任何炸弹在卫士号航行路线上被投下。此外，针对俄指责的入侵领海，英方也不承认。推文称，这艘皇家海军舰艇是根据国际法在乌克兰领海进行无害通行。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还称，俄罗斯方面发布的信息不属实。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come and go with Russia. Disinformation, misinformation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seen regularly. We're not surprised. 但随舰采访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拍摄到的相关画面却出卖了英国政府。And as you can see just over there, we're already being shadowed by a Russian warship. The Russian Coast Guard make a dangerous move. This Russian Coast Guard vessel has come up right close to this British warship and is trying now to force it to change course. If you cross the borderline, I'll be fire. If you don't change the course, I'll be fire. Do you read me? Over. The crew don protective clothing in case that threat's followed through. BBC 记者透露，当时确实有20多架飞机在英舰上空盘旋，还有2艘俄舰尾随。俄方发出了"如果你们不改变航向，我就会开火"，也听到了远处有开火。Aircraft visual green 150 tracking right, altitude low. 面对英方拒不承认，俄罗斯国防部亮出证据，公布了总时长49秒的3段现场画面。第一段是2架战机在海面上低空飞行的高空视角红外摄像机画面，第二段是从一架俄军苏30SM 战机的座舱视角拍摄。当时该机正从英国驱逐舰左侧上空飞过，画面中能够清晰看到海面上的英国军舰。第3段能够看到英国驱逐舰后方跟随着一艘舰船，随后2架战机进入画面，从左后方逐步逼近英国驱逐舰，然后斜穿到英国军舰航向的前方。
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还质问英国国防部、英国广播公司和英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在此事上的表态互相矛盾，并质问谁在撒谎。此外，扎哈罗娃还表示，英方下次想无害通过俄罗斯水域时，应该先敲门。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近期在莫斯科安全会议上表示，北约在俄罗斯边界附近的海军活动明显增加，装备有高精度远程导弹武器的船只几乎长期在黑海和波罗的海活动。他称这些行动明显具有挑衅性。英国呢，他否认俄罗斯方向的这些说法呢，我想他有几方面的考虑啊。第一呢，这会让英国这个觉得理屈，这是俄罗斯方向，俄罗斯不能容忍的。然后在国际法上来说呢，英国呢也不一定站得住脚啊。第二呢，就是说，如果在俄罗斯这种强硬的措施之下，英国不做出反应啊，被认为呢，英国呢，这个比较软弱，英国它有些顾虑，它可能不愿意承认，就是说受到了俄罗斯的这种强烈的警告。此次引起争端的卫士号驱逐舰属于英国海军最先进的4-5型防空驱逐舰。英国国防部此前就通报，目前它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的护航舰艇，正在黑海执行任务。根据俄国防部国家防御管理中心最近发出的消息，卫士号驱逐舰与荷兰海军埃弗森号护卫舰于本月14号进入黑海海域，并与另一艘美国驱逐舰会合。俄黑海舰队一直对他们的行踪进行密切监视。俄罗斯圣彼得堡潜艇艇员俱乐部主席海军上校伊戈尔·库德林分析称，英国驱逐舰闯入黑海领域绝非偶然，英国和北约是要窥探俄罗斯国防系统。库德林还说，此次事件也带有侵略性和挑衅性，是蓄谋已久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事件的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9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致辞时提到，俄罗斯对北约在俄边境附近集结军事力量和修建基础设施，以及北约拒绝俄提出的缓解紧张局势的建设性提议感到担忧。普京表示，希望双方发展建设性关系的想法最终能占据上风。俄罗斯从不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俄准备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平等参与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扩大与所有国家的建设性合作。我对北约和俄罗斯未来的关系走向不太乐观啊，因为北约作为一个组织，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这个找敌人啊，这个最方便的敌人就是俄罗斯，还有美国，还要利用北约来控制欧洲，来制造这个欧洲和俄罗斯，特别是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的一些分歧矛盾啊，所以我想这种态势呢，未来不会改变。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据俄罗斯国防部称，英国海军一艘驱逐舰擅自闯入俄黑海领域，遭到俄罗斯军队开火，甚至是投掷炸弹驱离。您对此如何解读？大家知道，这些年以来，外界给俄罗斯人起了一个外号，叫“战斗民族”。我认为昨天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再次见识了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的生死悍战、不服就干的战斗性格与战斗作风。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般国家来说，不仅不敢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而且即使这样做，也会顾及西方国家所谓的舆论与道义压力，最后选择息事宁人，低调处理。然而，战斗民族俄罗斯不仅在军事上占了便宜，而且在道义与外交层面也是摆出了一副得理不饶人，甚至是咄咄逼人的态势。在英国方面，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否认自己遭到俄罗斯的粗暴对待之后，俄罗斯国防部又主动公布了3段现场画面，主动向外界承认老子就是这样干了。不仅如此，事后俄罗斯还把英国驱逐舰在黑海的行动定义为无理的挑衅，并紧急召见英国驻俄罗斯大使，表达了强烈的抗议。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面对英国军舰的闯入领海行为，无论是在行动上还是在口头上，俄罗斯都不肯吃一丁点的亏。那在您看来，俄罗斯用开火与投掷炸弹的激烈手段来驱离英国军舰，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战略与战术目的呢？很显然，英国驱逐舰这次闯入克里米亚附近3海里的海域，其实就是要向俄罗斯发出支持乌克兰以及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这样的政治信号。而俄罗斯采取几乎相当于开战的激烈行动来驱离英国军舰，这是要借力打力，向英国方面发出
克里米亚就是俄罗斯的领土这样的强硬信号。俄罗斯甚至想通过这种激烈的动作，给英国军舰立下不得挑衅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的规矩。假如英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军舰以后真的不敢再来了，那就等于是西方国家已经承认了这个事实。而在我看来，俄罗斯之所以敢于在克里米亚问题上采取如此强硬的行动，这背后的底气就在于，俄罗斯拿下克里米亚的时候，并没有来武的，也就是采用军事手段一味的蛮干，而是来文的，用西方人认可的游戏规则玩了西方人一把，也就是在克里米亚的民众中做了一次公投，在90%以上的克里米亚人都同意回到俄罗斯之后，才顺理成章的把它给拿下的。西方国家也因此才无话可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这次直接用开火与飞机投弹的方式驱逐英国军舰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正在黑海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期间。这次演习的目的是为了向俄罗斯展示北约以集体行动支持乌克兰的决心。因此，俄罗斯的这一行为表面上羞辱的是英国，但同时也打了北约，尤其是北约老大美国人的脸。同时，俄罗斯还想以这个举动，一方面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也就是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我俄罗斯敢于动真格的；另外一方面，也测试一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看看你们军事支持乌克兰究竟是在玩真的还是在玩假的。